围绝经期真正该守住的不是体重，很多围绝经期的女性呢，都有一种同样的感觉，体重没怎么变，可是呢，身体的体态呢，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呢，力量下降了，走路呢变得更容易累了。以前很轻松可以做好的事情呢，现在开始觉得吃力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肌肉一天一天在减少啊。体检报告上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件事情为什么在发生呢？事实上，在围绝经期，肌肉正在成为女性代谢健康最容易被忽略，但是呢，是最关键的一个变数啊。其实肌肉流失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它是10几年以前就已经慢慢开始的。对很多的女性来说，围绝经期啊，刚刚好就是肌肉流失开始加速的阶段。主要的问题还是雌激素对肌肉的保护作用正在减弱。你在绝经期之前，雌激素支持肌肉蛋白的合成，雌激素会提高肌肉对营养跟训练的反应的。然后呢，雌激素可以抑制肌肉被过度的分解的，所以雌激素是会保护你的肌肉的，相当于帮肌肉踩着刹车，不要让它太容易被分解掉。然后呢，围绝经期的问题，它也不是说雌激素一下子就没有了，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保护慢慢的变得不稳定了。然后跟着来，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胰岛素敏感度下降了。当你的胰岛素敏感度下降的时候，如果你还是持续的吃高糖饮食的话，你的肌肉细胞比较不容易得到能量啊，结果就是肌肉合成的效率下降。分解呢，相对就占了上风了。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就是很多女性在这个阶段，她有这个需要，所以呢，她就会用更激进的方式去减肥。如果你长时期的吃得少，蛋白质摄入不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再加上能量不够，在这种状态底下，因为肌肉是高耗能组织，在压力的环境里面，身体呢是优先保护脂肪的。你要怎么样在围绝经期的时候来守住肌肉这一条代谢防线呢？要有策略的。第一个策略是把目标搞清楚，你目标不是变瘦，你是变稳。在围绝经期，如果你还把目标放在体重上面，要降体重的话，你恐怕踩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面了。真正重要的目标是稳住肌肉量，稳住代谢健康。所以呢，体重可以暂时不去理它，可是肌肉一旦丢了，后面的问题呢是越来越多的。第二个方向呢，你可以考虑的，你要知道，在所有守住肌肉的方法里面，重量训练是没有办法被代替的。你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透过这个锻炼，让你的肌肉细胞得到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我需要你，我要用你，你是有用的，我需要用你。在这种状态下面，你的身体会收到信号的，它就不会把你的肌肉给分解掉的。如果这些肌肉你一直不用它，没有这个信号了，对你的身体来说你不需要啊。在这个时候呢，你要了解了，肌肉要保得住，有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呢，材料要够嘛，你饮食里面蛋白质不能太少嘛。如果你蛋白质不够，肌肉蛋白质利用效率太低了，你很难合成肌肉了。所以不吃够蛋白，再好的训练都白练了。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千万不要再用高压的方式对待你的身体哈。肌肉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才会被保留的组织的，所以你不要去搞到自己睡眠不足了，情绪长期的波动绷得很紧了，你过度的训练或者是过度的减少热量都是不恰当的。当你的身体每天都努力的在保命的时候，它什么时候才会关注你的肌肉啊？为什么我说肌肉是这个时候最后的代谢防线呢？围绝经期肌肉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可以有力气，它决定了你还能不能够高效的利用能量的，它决定你脂肪了、血脂了、血糖了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的。所以当雌激素的保护逐渐消退的时候，肌肉就成为女性代谢健康最后也是最可靠的防线了。